我们今天还要在这个宠物店去给奥斯卡买点出发时候的狗粮哈，顺便还得备点其他的东西，他的那些什么姨妈巾啊之类的。哦，对，再买点狗粮，狗粮，那就这种东西。把奥斯卡的狗粮拎到车上去，还有他洗澡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，还有我们这个电线。每次出门狗的食物就带不少。好了，我们来先把这些大包的，哎呦，它还有一个狗粮桶，突然想起来，老板给卡子送了一个狗粮桶，因为我们每次出去这狗粮吃不完啊，它潮湿发霉变质，这狗吃上就更危险了。今天我们做最后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把这个内胎的这个加打气的这个孔加上，因为依维柯的它这个外胎的打气孔在里边这样子的呢，所以它就不太好打气，所以我们要添加一个这个气嘴，这个气嘴呢以后就方便冲了，内胎的充气嘴在这儿，外胎的在这儿就可以了，比较方便打气的时候。等会儿我们还检查一下气压，每个轮胎的气压，看它够不够。这边正在装呢，在这边的改装呢，我们就基本上结束了哈。然后把轮胎的气压打满，要达到5个压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电线一收，这里边有块布子啊。电线收了之后，我们换个地方充电去另外一个改车的哥们儿那儿。这个电线搁这儿放了好几天了哈，因为这边是修车厂嘛，所以这个地面多多少少都有点。完了，冻在里边了。冻在冰里了。不行，哎，电线冻在冰里了。来吧，我们现在需要破冰，还得小心点，不要砸在电线上。这个我觉得有点危险啊，搞不好一下就砸在电线上了。可以，只要把上面的冰破坏一层就行了。可以，我的天，哎，停得太久了，没注意这个事儿，冻在这里。原来，好，我们把这个电线弄出来了啊，费老大劲了。啊，这卷电线比我们之前那卷电线要长啊，那个说起来体积都比较大，还破了一下冰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放水管、放电线的地方啊。当然，我们得把它缩成一个椭圆形，给它放进去，看行不行啊？没问题。好，这块布子我们还得拿着。这台车我们一直没动过，自从停到这儿，就在这个院子里。今天终于要开上它了。好嘞，我们移动地方。这车自从买上之后还没移动过地方呢，就从工厂移动到这儿。我们是打算来这边去调大灯塔那边那个我们装大灯，但是呢，先在这边先把把套缝上去，因为我们自己还有个方向盘把套，专车专用的，所以比较难缝，直接找这边师傅过来给缝一下。他们缝的比较好，我自己也能缝，但是缝完之后不太好看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我们遮阳棚上的那个卡子挂衣服钩，我得把它搞一下，有差点掉下来。我这个装这个卡扣啊，需要用到一次性筷子，给它作为间隔哈，刚好这个要用这种圆的细的哈，作为间隔可以塞进去这种的。我们其实用不了这么多，但是呢，这是3套，但是我们看我们能用多少个吧。先把遮阳棚先探出去，好，我们把它塞进去，哎，刚刚好哈。然后再塞一根筷子，然后再塞一个，再塞一根筷子，就这样，它就可以
一定要用木头筷子哈，你要用那种铁的或者是其他的钢棍，它会生锈。我之前试过。另外一个头我们要用木头给它堵上，不然它会滑出来这些。看这3袋估摸着还都得用了，看着好像挺多，但其实是恐怕还有点不够用。按理来说应该用塑料吸管会比较好，但是塑料吸管它会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化。一旦老化，它之后它会变成碎沫子，然后这个隔离液就没什么用了。可以，差不多刚好够用3套。那就是最后那个堵的比较难弄，不要让它滑出来。刚好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哈，然后在这边装一下我们的 ETC。哎呀，方向盘把套在那边缝了。这个天气贴膜啊，恐怕会有冰碴或者贴不紧。这次我们学聪明了哈，买这个可以拆下来的 ETC， 不然以后挡风坏了之后又要重新激活一次，很麻烦。然后给它粘上去。好，现在在车上收拾我们的工具箱，然后我在这儿把这个我们车上用的这个水平仪啊，给它粘上去。因为我们房车经常会停不平，但是你在车里边很难感受到这种细微的差别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呢需要电瓶一下之类的，我们需要一个水平仪来作为参考。所以我自己给它贴了个3M 胶，这个按理来说应该是打孔的，但我实在是不想给车上打孔，所以我们就粘上去就好了。一般会粘在车尾部，这个比较宽。我们新车的这个车尾啊，它凸出来这部分设计的比较窄，不像之前那台，它这个突出那部分比较这样子粘，其实面积更大一点粘。但是我还是希望把它粘成这样。好了，稍微凸出来一点，不太好看，但是很有用。好久都没看到我们干净的车里了哈。我都忘记我们地板这个柚木颜色是什么样子了。现在刚才把这边彻底擦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下看着舒服了。好嘞，我们可以往上搬东西。我刚才已经把这些必要的东西啊都塞进去了。然后开始放这个包包。放这个包包之前，我们得把上铺全部罩个床罩，不然的话会搞脏。开始搬。这些东西每个包包都很重。地擦干净就可以放包了，不然的话这个包放在地上又脏了，再放在床上就更脏了。现在车里边擦的可以光脚走了哈，现在鞋底子都洗干净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移到这上边来，把这个上边先铺一层这个被单，被单我们已经放在那儿了，够厚的被单，保护我们这个床垫不要脏了。然后把贴纸要全部压到床下边去，因为我们这个暂时贴不了这些贴纸，这地方太冷了哈。我们现在车里边吹了半天，才只有13度，13.4度啊。上边我们给铺了一个超级厚的一个床笠哈，这种平平的，保护我们下边的床垫不要被搞脏。其实这个上面的床超级大，我不喜欢是在顶上被压抑的感觉，像坐火车就不行。所以呢，开始。衣服哈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冬季的那种大羽绒服，不方便，现在暂时去南方穿不上。我们把要去南方的衣服全部放在里边那一排哈，到时候把这个往前移一下就好了。这上面暂时就这样子了，这反正原来就打算当储藏室的，到时候把窗帘擦一拉。
完事儿，或者是把拖衣幕布自动降下来都可以。在这边呢，我们给奥斯卡弄了个狗窝，这个狗窝是背后是有夹子的哈，就是你拔不动的，单侧夹，它并没有两侧都夹着，它是可以这侧可以翻起来，因为我们的冰箱开口它在这一侧，所以可以打开。内侧这一侧是不可以拔的，所以奥斯卡到时候可以从这儿来来回回走。晚上我们找了个施工工地的这个侧边的路哈，然后来调一下我们这个大灯，因为我们大灯装完之后啊，它开不到屋子里面来，所以只能是找一条这样子的路，然后来调我们的大灯啊。按理来说，我们这个可以把这个整个巷子都可以照亮啊，完全照亮。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哈，现在是调完光的，这是近光，近光就基本上可以照亮了。我们去换一下远光试试，足够亮了啊，整个巷子都照得很亮。好嘞，我们现在把车灯调完了，看现在这个状态，现在是个近光的状态。依维柯的灯它是可以调上下的哈，这是远光。它是可以调低一点或者高一点的，我们现在调的是中间位，因为随着车后身的这个载重不一样啊，它的前机头会上浮或者下降，所以呢，它有一个调节的功能，可以，这个亮度就